有分析认为呢，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中国成为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焦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俄乌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那蔡先生，您认同这样的一个分析吗？我认为这个分析呢有它一定的正确性，因为印度实际上始终在对于俄罗斯这个问题上，跟其他3个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没办法完全是保持一致，没办法完全保持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希望就是在对华这个问题上四方要保持一致。但是我个人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表态，特别是日本的表态，他已经把重点放在了中国身上，所以也不惜把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进行扭曲的连接。那么3月份，实际上在岸田文雄访问印度的时候，已经关于就这个问题跟印度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当时他们没有指明的，就是批评俄罗斯，但是把重点放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种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情况，我们坚决不能允许在亚太地区，就是远东来重新发生啊。那你想想，这个其实调子就非常清楚了。这次峰会最大的一个变量呢，就是澳大利亚上周6举行的大选。那澳大利亚这个新总理阿尔巴尼斯，他也最快的速度赴日本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加入会对四方安全对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觉得，首先阿尔巴内塞他刚刚上台，那么他马上就选择这个赶紧出席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这充分显示了阿尔巴内塞他对四方安全对话的认知，将这个作为澳大利亚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也作为澳大利亚与这个四方中的其他3方，美国、印度、日本进一步的加强关系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平台。那么从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本身未来发展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四方安全对话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那么对于阿尔巴内塞来说，他的对华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他的表态来说，整体上他对华还是强硬的，但是呢，相应的调门会相比较莫里森政府有所降低。那么在一些议题上可能不会完全冲到前面。那么如果他不冲到前面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这个机制中，如果涉及到对抗中国的成分的部分的时候，澳大利亚有可能会采取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那么这种谨慎的态度也可能会影响到他在整个四方安全对话中的一个角色。在前总理莫里森执政期间呢，澳大利亚不仅是加入到了四方安全对话当中，而且还参与组建了美英澳3方安全机制，也就是 AUKUS。同时呢，这个中澳关系也跌至几十年来的冰点。那这个澳大利亚变天之后，会对中澳关系的转圜迎来什么样的契机？这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相比之前的莫里森这个对华的政策，我认为它是暴冲的对华强硬。那么现在的工党的对华政策，我个人认为会是一个要稳健的对华强硬。也就是说，在双边关系上来讲，他不可能像当时的莫里森一样，就是有事没事在挑中国的刺，然后打中国威胁论，甚至有些事情是无中生有，在这边去所谓的主动出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整个一个战略大方向上来讲，第一，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它从来没有改变过。第二个就是说，澳大利亚本身也是美国的同盟国，第三个就是说，AUKUS 这个东西建立，它今天也不可能退出。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在整个一个大方向来讲，在无论是战略方向还是价值观角度来讲，澳大利亚还会跟之前的莫里森政府是一样的大方向也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有分析认为拜登此次亚洲行是为了强化4-3-2为主体的印太安全框架，也就是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美英澳3方安全机制、美日美韩2个关键的双边同盟，而针对的最大假想敌就是中国。而随着美日联手越来越紧密，给地区安全会带来怎样的挑战？中国应当如何保持警惕呢？这次拜登亚洲行所体现的，美国确实正在编织一个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整体遏华的联盟网络，所以对于整个地区安全形势来说，它会带来更多的阵营对抗和冷战的思维。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的是，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恐怕会升级。而对中国而言，我们要更加警惕美国所编织的这种小圈子、小集团，我们要尽可能的向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
尽可能做工作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本身就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如果美国持续的这么做，只会影响到地区多数国家的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他们而言是不正当或者说不理性的选择。所以说，我觉得中方应该要更多在这个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对美国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保持警惕，进行提前储备一些反制的措施。应该强调，就是他们现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日本，他们都是在用一种威胁来塑造一种安全。但是我们中国因为提出这个总体国家发展观，其实重要的是以发展来界定安全，我们要把这个理念进行很好的落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比如说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注意到日本的金盘联这样的一些组织，老早就有一些动作，准备做一些庆祝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抓住，切实有效的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在气候问题、在养老问题等等方面，这些东西都是很务实的方面，我们这一方面不要去拒绝它，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要官民分离，